如果给你这么一张简单的地图，有路也全是人和马走出来的小径，下雪还会被覆盖，过河没有桥，沿途也没有旅店商家，你能不能独自一人从波士顿到纽约？1704年10月2日下午3点，一位叫莎拉·肯尔布奈特的女士牵上马走出家门。此行她要从波士顿到纽约处理家族留下的一些财务问题。奈特当年38岁，是位教师，同时做些生意。她的丈夫1年前刚刚过世。在此后的5个月行程中，奈特以日记的形式记下了旅途中的见闻，成为少见的了解早期英格兰地区历史的第一手资料。1825年，日记在纽约出版，有兴趣的你可以到 Google 上找到免费的 PDF 版。后来人考证，奈特的父亲是英国人，1651年带着家人来到波士顿，做律师，同时为英国商人做代理，所以奈特应该是早期出生在北美的第2代移民。日记中提到的一些地名和河流名称，如今在谷歌的地图上已经查不到了。日记的文字距今300多年，读起来和今天的英文有些变化，个别单词是用旧体，感觉有点像5·4时期的汉语白话文。不过借助字典和网络还是大致能看懂。2022年夏天，我们在康州游玩，住宿的林地正好在奈特必经的路上。于是达克留意寻找了一些日记中提到的地方，对应日记中的记载，体会感受了一下新英格兰300年的变迁。奈特居住的波士顿当时的人口大约6000多人，面积仅仅限于旧城区，规模还不如目前的一个小镇。那时人们出趟远门是要找个向导的。奈特先到离波士顿20多英里的贝达姆，可是事先讲好的向导没有来。另一个小伙子和奈特谈好价钱后，连夜带奈特出发。途中夜很黑，还都是沼泽地。等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歇脚旅店，店里的老板娘惊呼从来没见过妇女走夜路，称奈特女士胆子太大了。第二天早晨8点，奈特找到真正的导游，或者今天的 GPS 邮差。18世纪，像奈特这样长途旅行的人很少，没有地图，没有地标，熟悉林间小道的就是邮差，而且不用花钱专门雇，安全可靠。接下来的旅行中，有时一天奈特会遇到3位邮差当向导。波士顿到纽约的邮路开通于1673年1月，第一位邮差带着2个装满信件杂货的袋子从纽约出发，历时2周，经过纽黑文、哈特福德、斯普林菲尔德、伍斯特到达波士顿，行了250英里，开创了北美最早的陆地邮政服务，先于美国建国。最初邮差行走的都是林中的荒郊野地，他们带着斧子逐渐开出了一条小路，小路以海岸线为参照，基本沿着海边走，这样大致方向就保证没有问题。正式旅行的第一天，奈特在邮差的带领下先来到邮政驿站，中途午餐是猪肉和卷心菜。奈特猜想这是前一天留下的剩饭。在上路时，胃里一直不舒服，当天为了赶路必须走一段夜路，树林里很密很黑，奈特非常害怕。不过当天歇脚的旅店还不错，有巧克力和热牛奶，但客人比较吵，影响了休息。10月4日，踏上了去罗德岛的路，路况很糟糕，按邮差说距离是22英里，但奈特女士认为至少走了30英里。当时有的人家拥有很大片的土地，走上半天还没有走出这家的范围。一路上，路边的很多人家都提供住宿旅店服务。这是我们见到康州保存下来的一栋1660年建的老房子。房子的主人是当时村里的法官。房子虽然经过多次翻修，但基本遵照原来的样子，现在由当地历史协会维护。
尽量恢复当初的原貌。屋里的家具用具算得上是小康了，接待奈特的旅店很多远没有这样豪华舒适。日记中有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他们借住一家人如何简陋，几块木板搭起来，四处漏光，没有窗户，没有地板，家具就是一张床，屋里的物件有一个玻璃瓶，一个罐子和一个小锡盆，一大块木板就是桌子，2块木头做椅子。这里住着一家4口，夫妻俩和2个孩子，不过屋子收拾得很干净，说明女主人很勤快。奈特女士和男主人相对坐了半天，没有话说，可以想象当时信息闭塞，人们往来交集也少，难有共同的话题。男主人后来打破沉默，问了一句奈特上一家歇脚地方主人的情况。在另一家由波士顿经营的旅店，奈特女士用了我的老乡这样的亲切称呼。现在看来，尽管奈特女士离波士顿还不远，但是各地的人们已经有了不同的归属认同。这是康州的泰晤士河渡口，河的一边是格伦顿镇，另一边是新伦敦市。日记中，奈特曾提到渡过这条河。1655年，这里的摆渡业务特许给了一位船家，限期50年。1705年，特许到期后，接着摆渡生意的船工要将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当地学校做经费。奈特记下，在渡船时风浪比较大，一位女子因为船太挤和害怕，声嘶力竭地对父亲大喊起来。现在这里有个称为水上 taxi 的旅游小项目，我们正好重走了奈特的渡河路线，体验了一把风吹浪打的滋味。还好我们是在夏天，而且是安全快速的动力小艇。在新伦敦，奈特女士见到了戈登·索尔顿斯托尔牧师。1684年，索尔顿斯托尔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神学院毕业，3年后又获得了硕士学位。成立于1636年的哈佛学院早年以教授神学为办学宗旨。索尔顿斯托尔1691年来到新伦敦做牧师，因为讲道讲得很好，被任命为镇上的牧师。他不久就与康涅狄格州的州长菲茨·约翰·温斯罗普建立了很好的关系，不仅成了州长的神职顾问，而且还成了管理民事事务的顾问。1707年，州长去世后，索尔顿斯托尔被立法机关任命为康州的州长。不过，因为他的神职人员身份引来反对声音，最终索尔顿斯托尔选择从政，议会帮他在他的教会找到了新的牧师。此后，索尔顿斯托尔年年连任州长一职，直到1724年去世。1704年，奈特女士遇到索尔顿斯托尔时，他还是牧师，并盛情邀请奈特女士到家中住宿。奈特则在日记中赞扬索尔顿斯托尔和蔼可亲、谦逊，很绅士。作为州长，索尔顿斯托尔有肖像存世，让我们能看见奈特日记中提到的一位真人容貌。我们在泰晤士河的格罗顿渡口见到一座石头建筑的教堂，基座的牌子上注明教会成立于1702年。不知道奈特女士和索尔顿斯托尔是否曾到过这所教会。10月6日，从新伦敦到纽黑文的途中，道路情况不是很好，又搭船渡过尼安提克河，水很急。奈特在日记里写，他内心倒很平静，在船上祷告上帝会保佑他顺利通过。船上的另一位女士则在一直讲自己的家庭琐事，打发时间。这天下午2点左右，到达塞浦鲁克的一家旅店吃午饭。女主人告诉他秘辛，有羊肉。奈特本来很高兴，端上来时羊肉是腌制的。同行的私下说异味很重，结果他们只是看了看，闻了闻，没有动叉子。不过账单还是照付了。
离塞布鲁克很近的地方是耶鲁大学的第一个校址。1701年，也就是奈特女士此行的3年前，康州通过法案建立一所给青年人提供教育的机构，开始命名为塞布鲁克高级学校。1716年，学校决定搬迁，而柳黑文提出了更好的条件，赢得了新校址。1718年，学校收到从东印度公司起家致富的商人伊犁湖耶鲁捐赠的400多本图书和一批货物，折合当时800多英镑。学校董事会决定将学校改名为耶鲁大学，以示纪念。现在耶鲁的旧址上只有一块纪念大石头，不知当年奈特女士经过时，是否听到这里朗朗的读书声。在塞布鲁克到柳黑文的途中，我们参观了亨利·惠特菲尔德州立博物馆。这栋房子建于1639年，是目前康州和新英格兰地区最古老的石头住房。主人亨利·惠特菲尔德是位来自英格兰的清教牧师，也是所在镇吉尔福德镇的创始人。房子在1868年做过翻修，次年成为康州的第一个州立博物馆，因此收藏了很多古董。这些家具和用品都是和奈特女士同时代的。惠特菲尔德的经历也反映了当年英国早期移民的历程。惠特菲尔德1592年出生在伦敦一位富有的律师家庭，他毕业于牛津大学，开始学习法律，后来做了一位成功的牧师。在英国对新教团体打压期间，惠特菲尔德卖掉了在英国的庄园，招募了25个家庭，其中大部分是来美洲寻找机会的农民。1639年6月，一起来到了康州柳黑文。在早期的英国移民帮助下，他们从当地印第安人那里买到这片土地，同行的有建筑工，开始为大家建造房屋，在取石材的时候还有印第安人来帮忙。这座房子第2年才完工，既是惠特菲尔德的住宅，也是社区教会和集体活动的中心，由此也建立了吉尔福德镇。惠特菲尔德也是镇里的主要召集人。后来随着英国国内对新教徒的态度改善，再加上不习惯北美冬天的寒冷，1650年惠特菲尔德带领部分追随者回到英国，他的部分家人和移民留下，继续开拓这片土地。离开波士顿后第5天下午2点，奈特到达了柳黑文。日记里记载，他长舒了一口气，认为自己重新回到了受人尊敬的文明社会。他提醒自己的言行要回到正常社会。在柳黑文，奈特处理了些事情。日记中，奈特认为康州的法律和波士顿差不多，能看到教会的影响，人们都有社交活动，去教堂。在司法上，奈特注意到两地的不同，比如在一些小事上，康州更严格。奈特观察到康州的奴隶制与波士顿的有所不同，康州对黑人奴隶比较宽松。让奈特吃惊的是，主人和奴隶一个桌子吃饭，还听说奴隶和主人有纠纷时需要找人来仲裁，主人如果被判错误，会向奴隶赔偿一定数额的罚金。日记的文字在行文上用了现代人看来带有严重歧视和侮辱的词句。当时柳黑文周围还有很多印第安人，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和习俗，比如一夫多妻，而且很容易解除夫妻关系。奈特认为这在文明社会是难以想象的。在一家商店，奈特目睹了一位印第安人来买绳子，他描述了交易的过程。当地人和印第安人交易时采用多种支付形式，有用各地货币的，也有用实物的，似乎都没有耽误双方的买卖。
一些旅店的饭食也结合了印第安人的做法，被称为印第安人面包。也许是教师职业的原因，奈特希望印第安人能上学接受教育。奈特在纽亨文一直待到了12月5日，6日早晨他又结伴开始去纽约。路上的旅馆很糟糕，房子狭小，床也很硬很短，让投宿的人根本无法入睡。经过3天的行程，奈特到达纽约。他对纽约的印象非常好，写道：纽约是一个宜人紧凑的地方，坐落在一条宽阔的河流上，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航运港口。纽约的建筑一般都是砖砌的，非常庄严高大，有的房屋砖块的颜色多样，还铺有装饰性的瓷砖，瓷砖上釉后看起来很舒服。房子内部很整洁，墙壁上都抹了灰，隔板都是用木板做的。纽约的教会分派，仪式上不如波士顿严格，但人们都彬彬有礼。奈特女士还注意到，英国移民和后裔穿的都比较时髦，而荷兰移民在衣着上比较朴素，但喜欢佩戴首饰来打扮。纽约的一些小酒馆生意很好，有的酒馆在城外3-4英里的地方，人们赶着雪橇去喝酒。有人带奈特到一个小农场的小酒馆，里面有啤酒和苹果汁等饮料，还有4-5道菜可以选择。在纽约停留2周后，12月21日，奈特女士开始返程，途中经历了暴风雪和天黑迷路的险况。在新伦敦再次住在索尔顿·斯托尔牧师家，还和当时的州长温斯罗普共进晚餐。州长的礼貌绅士给奈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奈特的日记中还有几段自己写的诗，很抒情。早期人们之所以能识文断字，是因为清教主张通过圣经了解教义，所以读书认字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日记的最后部分比较粗略，没有记下后来去的地方，只是提及在麻省边界过河时水很急，马都给累坏了。最终奈特女士于1705年3月3日安全回到自己家中，亲朋好友立即聚拢在她家，听她讲这5个月的旅行见闻。奈特的结论是，这是一个提供各种丰富食物的国家，而且总体上很健康，不需要害怕贫穷，也不必担心食物和衣服。1825年出版的日记介绍中，写作者称，现在我们不用这么辛苦，从波士顿到纽约的旅程只需要1天半的时间了。40年后，1865年再版的介绍中，旅行的时间减少到了10小时，并认为不会再有缩短的可能。今天，这段路程的旅行时间已经缩短至3小时。奈特女士不会想到，300多年后，另一位女士伯利斯·恩德也写了本书《长途女骑手》。恩德从2005年起独自一人骑马穿越了美国南北和东西海岸，累计行程3万英里。他带着露营装备，1年中大部分时间在路上，骑行成了他的生活，演绎了现实版的无依之地。2021年10月，新冠期间，恩德因健康去世。在因疫情不能骑行的日子里，恩德写下了一段旅途中悟到的感想：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对我来说就很快了，慢下来，珍惜当下时光，用这段时光来发现、学习和懂得什么事情对你是崭新的，旅途和生命就此就有了意义。